首先要上场的这位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哎，掌声欢迎 Harry。大家好，我是 Harry， 你们好吗？其实我发现我的身份很多，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一个巴基斯坦裔的2代移民。今年我搬到上海了，现在我身份简单多了，我只是个外地人。然后因为我身份很多，有时候有些人会拿我当外人，有时候又不拿我当外人。我刚搬到上海的时候，我邻居阿姨跟我说 ：“Harry， 你这个英国人，怎么跟电视上的英国人长得不一样哎？”我说：“阿姨，我确实跟英国人不一样，阿拉伦敦人哎。”哎，我开玩笑，其实我爸妈他们小的时候，他们从巴基斯坦移民到英国了。哎呦，这可了不得！什么英国的？你是好朋友，你是巴铁。后来发现中国说那些巴基斯坦人还挺好使，所以我喜欢这边。因为实话说，除了中国，没那么多人那么看得起巴基斯坦。在英国还有一些人会歧视我们，说我们巴基斯坦人都是恐怖分子。就我每次背包的时候，大家害怕我。我从小坐地铁没被挤过，他们怕我炸场。在我们那儿，年轻人、老人也抢座，抢着给我让座呀。然后现在我邻居阿姨她跟我说 ：“Harry， 你很环保哎。”那是因为我到现在都不敢丢黑色垃圾袋。然后发现在中国，其实我的巴基斯坦身份是比我的英国身份还好用，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不会说我是英国人，有的时候我直接会说我是巴基斯坦人。比如说呢，在路上我一边走路一边说：“哥们儿，巴铁，那帮洋鬼，他们以前占领了我的祖国呢，但现在英国人说我们巴基斯坦人占了英国。”我说这个叫占领吗？我们只是追过去，给他们做点售后服务啊。连伦敦的市长现在也是巴基斯坦裔，给他们升级成了伦敦斯坦。现在英国变成什么样无所谓，我们在那边永远只是外人。其实我家又非常传统，我老婆是中国的，她第一次去英国去见我父母前，特别期待。待了2天后，她还跟我说：“哎，你的父母怎么跟我父母一样哎？不沟通，不鼓励，不表达感情啊，怎么像个亚洲家长一样？”是因为巴基斯坦也是在亚洲啊。其实我爸是典型的东亚父母。在他眼里，我干什么都不行。他老跟我说：“你那个工作不行啊，不稳定，你快回来，在伦敦考个公务员。”对，我爸这是长得像中东人，思想是个山东人。其实实话说，我的父母他们还结合了西方和亚洲教育的缺点。他们特别像那种家长，就看那个杂志意林，学西方教育的亚洲家长。他每次会跟我说：“爸爸妈妈工作都是为了你呀。”的同时，18岁后不给我钱呀。我看大家都是亚洲人在这，我就问你们个问题，我很好奇，就是你们上大学的时候，你们的父母会不会给你们打钱呀？哼。我父母让我去打工，然后我老婆还跟我说：“她说平时你爸妈不怎么管你，不怎么影响你生活，你怎么做得到？”我说很简单，我逃离了原生家庭，我润了，我润到中国了。
然后现在为了留在中国，我前段时间我还去申请了中国的绿卡，叫5星卡。但申请前，我们现在就要做个体检，什么都很顺利。但是这个体检表格上有个问题给我问住了，2个字儿：肤色。我想，不问民族，不问人种，肤色，还不如问品种呢。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填，我去找工作人员，我说：“不好意思，你能帮我看一眼？这怎么填啊？”他一看我沉默了，好像没见过我这样的。他还小声还说：“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哎呦，小伙子，你要不先空着，一会儿等领导回来让他定吧。他老说他看人准呢。我说行，等领导回来，我给他点颜色看看吧。领导回来之后啊，他一看我，什么黑的和白的，这是混合色。哎呦，还是您老啊，黑的和白的看颠倒了都没事。然后看其他老外在那边拿完绿卡之后啊，就在那拍视频炫耀，说自己很牛。我觉得哇，他们干嘛呢？有必要吗？我觉得这个事很正常。我已经来中国18年了，我在这儿还交税呢。对，我跟有些娱乐圈人不一样啊。我不光交税，我还交养老金呢。但是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拿得到啊。再而我就发现，就是他们这些体检只是帮我们这些老外就分类，但是我自己不太清楚我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还去做了一个基因检测，测起来我的基因很杂，什么都有，有中东的，有欧洲的，其实也有中国的。对，家人们，我的基因很杂，说明我的祖宗玩的可花了。然后我基因很杂，其实就有个好处，我可以说我是任何地方的人，连那边的 local 都会信。我说我是中东人也行，我说我是巴西人也行，我说我是新西兰的毛利人也行。但是我做完基因检测之后啊，我觉得好像我到底是谁也没那么重要了。我现在挺喜欢当外人，在英国他们怕我炸场，但在这儿我讲脱口秀的时候你们喜欢我炸场，所以我准备就留在这儿不走了，永远当你们的巴铁好朋友 Harry 呀。等着拿养老金。谢谢你们给我掌声，谢谢。来，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 Harry。今天 Harry 很难。首先，一个人只要不是讲母语，只要不是你从小开始学，哪怕你外语再好，它都是会难的。尤其又是开场，所以这个难度加倍。然后另外，因为 Harry 他讲的就是一个外人的视角，他要讲多文化的观察、多文化的融合，尤其在如今的这个语境下，在如今的这个环境里面很难。你的分寸怎么拿捏？你不够，我们觉得不解渴；你太过了，要不然就冒犯，要不然就迎合，哪一点我们都不想要。就以前我们认为，如果你安全的话，我迎合你就好了，你喜欢我。但现在我们会觉得啊，在脱口秀的场域里面，迎合比过度冒犯可能还要糟糕。所以你刚刚那个分寸拿捏非常好，所以我觉得 Harry 这18年在这儿没白混，适应能力特别强，越来越有分寸了啊！苗苗老师，这也很中国啊。而且 Harry 现在不是我们的外人，他是中国的内人，是不是？就是他和中国的爱人结合的，对吧？还有你的
这个段子是从专场里拆出来的吗？对，就是你是怎么选取这个材料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无论今天的结果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段子会让大家再一次认识我，也会很深度认识我，所以就如果我淘汰了，反而也会帮我带点票吧。然后就大家这，但是我也觉得我一直这么多年一直想讲这个话题，然后就原来我有点不太敢，然后这一年我就是觉得。我更认识自己了，我更挖掘自己了。我觉得我愿意给大家就分享这些事情，然后我愿意说，对。再次掌声送给 Harry。马上要上场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掌声欢迎菜菜。唉，看完岛主，感觉脱口秀太难了。大家好，我是菜菜啊。谢谢。我今年34了，之前有人说我长得像阿拉蕾，对吧？但其实我化了妆才像阿拉蕾，我卸了妆就像生完阿拉蕾没坐好月子。阿拉累坏了。最近还有朋友夸我说：“宝宝，你就是一个香香软软的小蛋糕。”我说：“我都30几了。”他说：“那你也是一块香香软软的老鸡蛋糕。”哎，我以前小时候想到自己活到30几啊，我觉得天哪，该死了。我也没有想到，竟然是该死的甜美。说实话，我希望我显小，但我希望我是那种就是花了很多钱做医美的显小，就你们能从我的年轻里看出我有为。不是小蛋糕，是看起来能够分蛋糕，就算分不到也能分到一些奶油小生。但我们这个行业，你们也看到了，没有奶油小生啊，都是脏脏包。哎，我真的太喜欢奶油小生了。前段时间朴宝剑来上海嘛，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我刷到他喝爸爸茶鸡，吃小炒肉，我就感觉朴宝剑和我过日子，能过到一块去。他要是愿意维持这个消费水平啊，我甚至可以养活他，让他苦尽甘来。34了，还在幻想，因为现实让人幻灭。就去年我见了一下高中的白月光，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已经有了第1套房、第2辆车和第3个家庭。我只有房啊，还塌了。这以前他是那种跟人说话都会脸红的青涩小男生，但那天我们吃完饭之后在路边等车嘛，他开始一边抽烟，还卷起了他的上衣在那拍啤酒肚。这个时候有观众把我认出来了，菜菜，我好喜欢你啊！我说我不是，我怕他误会这是我男朋友。如果他实在要误会的话，我希望他觉得这是我爸爸。因为是这样的，我之前在台上也吐槽过抽烟和啤酒肚，我怕传出去说我私底下烟酒都来。但34也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家里完全不催婚了，真的完全不催婚了，因为马上就35了嘛，就会变成一个不能考公务员的高龄产妇，成分非常的复杂。就以前26、7的时候还会给我制造焦虑，说抓紧了，女的一过30就只有找离过婚的了。我以前不相信，但最近身边的朋友开始离婚了，在为娶我做准备了。没有，他们又找了20几的。能理解啊，我也想。但现在其实挺迷茫的，真的挺迷茫的，因为我觉得好像30加的女性啊，你要么成家，要么成功。我还想成功，但是我的身体吧已经有点跟不上了。我今年检查出了4个乳腺结节，
就我现在想熬夜写个稿，都怕我的乳腺加的梗比我还多。不能熬夜了，但开始起夜了。我也没有想到成年人的松弛是从膀胱开始的。就以前我出差都是选那种靠窗的位置，我现在都只选过道了，不关心风光了，只关心膀胱。只要有一次我坐靠窗的位置，旁边的大哥半小时为我的膀胱起立了3次，我挺不好意思的。我怕大哥在想，虽然人有3急，但半小时3急，你是不是红果短剧？而且大数据也开始给我制造焦虑了，就经常会给我推一些医美广告，就恐吓我说老了之后会变老。但看多了还是会焦虑，我现在甚至都有点希望我足够老，就比如说我80岁，那我就不怕衰老了，我怕摔倒。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从哪摔倒，你还能从哪站起来，再燃一把。但80岁摔倒，我就只能再燃一把。很迷茫啊，但是一刷社交媒体就发现大家都好坚定啊。就我昨天还刷到一个帖子，那个标题是35终于知道了如何过好这一生。我点进去一看，他1月在东京，2月在巴黎，3月在南极。我就感觉他也不是35终于知道了如何过好这一生，他就是35终于知道了怎么报旅行团。我要是35像他这么过，我都过不到36。但前几天大学的闺蜜还发消息跟我说她羡慕我，说没结婚，一个人想干嘛就干嘛。我就问她，我说你是不是和你老公又吵架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少聊天了，因为之前有好几次我就发现她转头就跟她老公说了，就跟她聊一些心事和秘密，就连我有4个乳腺结节她都跟她老公说了。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男人是闺蜜她老公。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我现在其实也挺迷茫的，就是我不知道留在大城市的意义，但是又不想回老家。过了一会儿她回我了，她说迷茫其实是正常的，我老公说了，你现在这种在网上有个说法叫做奥特曼时期。我跟他说，我说我知道迷茫是正常的，但是我就是不知道34了还迷茫正常吗？过了一会儿他回了我一句，他说你还记得吗？毕业的时候你说你不想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我愣了一下，原来我现在过的就是我小时候想要的生活，一眼望不到头，但也没有底。谢谢大家，我是菜菜。来，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倒计时开始。再次掌声送给菜菜。大老师，我觉得中间那些很巧妙的那些文字游戏的那些东西说的非常满。我小时候觉得人还能活到30呢，多大岁数了？怎么那么大？我现在都40多了，哎呀。然后就是确实小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感觉这人某个年龄40多老帮菜了，这是特别远。对，不知不觉到这一天了。对，因为小时候想到大人的生活，觉得好无聊啊，然后就觉得我不想那样。然后，但是现在就发现自己好像在这个位置了。然后我的同龄人，特别是老家的同龄人，他们已经变成我以前小时候眼里的那种大人了。然后我就会感觉挺迷茫的，就是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可是这个迷茫这事儿，其实我现在觉得迷茫特别棒，因为你迷茫是因为找不着答案嘛，但是你找着答案你就无聊，然后所以你就不追问，你一追问你就迷茫，然后可是你追问的时候，你就觉得还挺好玩的，所以说这也是个博弈过程，是吧？来，鸟鸟。哦，是，其实菜菜讲的我也特别共鸣，咱们俩同岁嘛，但我可能只有这样，我才能走到人生的奥德赛时期。现在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我的这个时期，可能是校友团时期。校友团时期，我真把这当事儿了，太棒了我。然后我觉得你中间确实梗很多的，我觉得可能能量稍微强一点的场子他是会想的。谢谢两位。来，鲁豫。为
为什么会迷茫？就你不断会有新的迷茫。你有时候你知道，如果我以我现在的经验，让我能够穿越时空回到10年前，我能搞定我当时的一切。但就是我和我的命运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2尺，它永远会在我上面一点点。我们可能在这儿的所有的女性，像我跟闫妮70后，可能更多90后或者00后，但我们从广义上来说是属于同一代，所以我们的人生课题就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后来的人摸着我们过河。对，我觉得其实您说的这个特别有共鸣，就是因为我就感觉好像，过了30岁，我觉得那个提供给女性的样本，反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很少的，好像身边要么是结了婚的朋友，然后你很难有那种年纪大的长辈，可能会提供一些样本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在看我。对，这是我自己赋予我自己一个使命，就是我想做那个先过河的那个人。然后我希望你们过后的人能够摸着我过河。来，再次谢谢菜菜，谢谢。让我们掌声欢迎鸡翅。Hello， 大家好，我是鸡翅，很开心看见你们。其实脱友这个节目，去年第2季我就来过了，有看到过我的朋友们吗？有。谢谢。对，没有看的也可以去看一下，不会耽误你们太多时间。第1轮就淘汰了，真的淘汰的很快啊！去年表现很一般，然后也收到了很多很温暖的恶评。有大哥给我主动发私信，跟我说：“兄弟。”虽然你的段子不怎么好笑，但是你脸歪嘴斜，是脑梗的前兆。我当时听完还挺难受的，你知道吗？我还想阴阳他，我给他发信息，我说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结果他说我是脑梗。其实现在喜剧节目真的有点太多了，每年夏天都能看到那种话，说什么就人生不能没有喜剧。我个人认为，人生也不能有太多喜剧，洗不完。喜剧节目有点太多了，每年夏天对吧？脱油、喜单、喜人、奇妙夜、乘风破浪的姐姐对吧？一天一天，很难受。这个我想上还上不了，你知道，只能来脱友。为了脱友这个节目，也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好几个月。节目开录前2周，5月1号，脱友的导演找到我，他说：“鸡翅，你这篇稿子找不到你当下最困扰的问题，要不你今年就先别上节目了。”我说：“导演，我好像找到我当下最困扰的问题了，给我个机会，我想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买了连夜飞过来上海的航班，大半夜就要开始打车。我这种生态位的演员经常要大半夜打车，你们有试过大半夜打车吗？什么司机都有，经常能打到那种特累快车。上去之后，有的司机老，有的司机累，开起车来老累了，真的太累了。有的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抽烟，有的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嚼槟榔。当然还有一种就比较健康，他一边开车一边睡觉，就很乖啊。无人驾驶。也无人生还。一开始我都没有发现师傅睡着了，我以为他听着那个 DJ 音乐在点头。后来发现他卡不上拍，跟我玩 layback， 一直对着方向盘磕头，那也太吓人了。我当时都替他担心，他要是一头砸在那个喇叭上，那不就把自己吵醒了吗？垂死梦中惊坐起，发现是自己吓自己。我到后来真的忍不住了，我就尝试问他，我说：“师傅，你都这么累了，为什么还要开车呢？要是待会撞上了怎么办？”我没想到师傅听完之后特别冷静，回了我一句，他说：“撞上，那我就不收你钱，划算，你知道吗？”我也是那天才知道我的命就值45，早知道不用优惠券了。那天晚上我真的想尽一切办法
跟师傅聊天，希望他精神一点。我在脑子里搜索中年男人感兴趣的话题，我想了半天，我一紧张，我说师傅，你知道中东那个霍格沃兹海峡吗？他说那个叫霍尔木兹海峡，霍格沃兹是你们年轻人爱看那个泡泡玛特，我说那个叫哈利波特，全乱套了。我后来就上网查，总结了让司机大哥嗨起来的3大话题。第一，这辆车的续航真带劲。第二，前任也曾伤过他的心。第三，黑心资本家真是个狗东西。你知道吗？就是跟他聊，那天跟他聊完这3点，发现没用，因为当时已经4点了。这3点那波乘客已经聊过了，他有点脱敏了。我一直猜他喜欢，他点不感兴趣。到后半夜我真的没招了，不知道聊啥了。凌晨4点半，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说：“师傅，您相信妈祖吗？您对观音又有什么看法？”师傅听完更害怕，问我说：“小伙，你在干嘛？”我说：“哥，我在给你提神呢。”提神，你知道吧？真的后半夜，我真的跟他聊了各种事情，他都提不起精神，跟他讲了半个脱口秀专场，睡得更香了。到最后5点钟，我祭出大招了，分享给各位。我跟他说：“我说哥，等会儿高速费你来付好。”马上就醒了。提神不如提钱，就是那种感觉。哎，我有时候我也问过他们，我说为什么还要开车？其实很多人就是为了多赚一点钱，然后拼命疲劳驾驶。我真想倡议一下，我们能不能让司机们多挣点钱？你没听见他们的呼声吗？我都听到呼声了。我说真不想死。真的，那天晚上我鼓起勇气问师傅，我说师傅，你为什么要开夜班车不开白班车呢？师傅跟我说竞争不过呗，还跟你说了也不懂，我们这个行业门槛低，什么人都能进来。以前市场好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开5分钟网约车，后来市场一乱，什么平台都在做网约车，我们老人根本竞争不过那些新的司机，规矩也多，开着开着平台就跟你说，要不你今天先别上路了。师傅还跟我说，跟你说这个干啥？说了你也不懂。我说师傅不能说懂，感同身受。你现在还是不是经常要开那种拼车？那种稍微牛一点的人都去开专车。那个是真赚钱啊！他1个半小时不得收你280、380的？那个我发现我懂了，就是我跟师傅都是一类人，对吧？很多人活着活着就活成一辆夜班车了。就师傅他不是困，他被困住了。那天我真看进去了，你知道吗？我喊出了一句师傅开了4年电车都没有听到过的话，我说师傅你得加油啊，加油向前开。你看见前面的东西了吗？师傅也很紧张，前面不就2辆车吗？我说不是车，前面是我们的理想和未来啊。往前开，生活我不怕你。师傅当天也特别紧张，说：“哎，小伙子，我确认一下，咱们的目的地是那个白云机场 T2吗？”我说：“不是，是我的巴音布鲁克。”开！真的，最后这个故事到这里也结束了。你们也能看出来，我现在也到了我的巴音布鲁克。我知道可能很多人都在开着自己人生的夜班车，但是如果你们还在车里的话，放心往前开吧，天总会亮的。感谢各位今晚的到来，谢谢。掌声送给鸡翅，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投出你手中宝贵的一票，锁票倒计时。鸡翅，还是锻炼身体啊！你才嚷嚷1句就累成这样了，一共才嚷嚷了1句，往前看，哎呀，好累呀！鸡翅是后来演的有点紧张了吗？对，其实还是紧张。就是我觉得鸡翅他每次找的话题我都非常有共情点，就包括他在说的时候，一说那个司机他会睡着，然后我跟大老师那边说，对，我也遇到过，我也遇到过。你遇到过那是？
我遇到过，就是那个司机睡着发现我们的车开始扭起来了，对，开始扫腿在底下，对，就然后就逼得我们车里面最不爱说话的就是我们工作人员明哥，然后突然就疯狂的找他聊天，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今天他疯狂的在找话题在聊天？然后他说他示意一下，还不敢戳穿司机你睡着了，他就示意我们，然后一看那个司机，所以就是机智的这段能够让我们大家想到我们自己曾经的生活经历嘛。那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手风琴式的那种司机？就他踩那个刹车和油门，然后你在车里面就，然后就经常会做吐完之后就开始怀疑自己，我以前不晕车。哇塞，太好了，你跟润一样。我觉得继续这一段是到你把网约车和脱口秀的某些现状连在一起，从那一刻开始场子热起来，然后我们几个人开始陆续拍灯。因为我觉得你前半段的那个比例可以再短一点，对，它更像是个展示奇观。但是到这个阶段，观众对于奇观之外，他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产生某种连接，除非你这个奇观奇到独一无二。但是网约车其实之前也讲过，其实你应该把这个比例再减少一点，更多的跟我们大家都很关注脱口秀或者其他连在一起，我觉得那个情绪会更早到来。明白。好，谢谢机智。下一位演员也是一位这个舞台上的新演员，来自厦门，让我们欢迎何鞋子。Hello， 大家好，我叫何鞋子。其实我很开心可以来上海给大家演出，但是上海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有点太新了。我现在走在上海的街上，有很多店我看不懂，很多店我从外面看上去不知道它里面卖的是什么东西。我有一天经过一家店，想进去点杯咖啡，最后剪了个头发出来。我现在确实有时候没有办法接受太新的东西，因为我年纪也不小了，我今年40岁了。哦，我最近有点叛逆。我前段时间想去纹身，但是我不知道40岁纹什么图案比较合适。我朋友说你这个年纪啊，可以把家里人的电话号码纹在身上。我最近真的一直想做一点改变，我想做一点出格的事情，因为我这个人一直没有什么脾气，也没什么情绪。我现在讲脱口秀，其他演员对我的评价是我在台上太温和了，没有攻击性。我说啊，你们平时都是边演出边打观众吗？但是我这种性格真的很容易吃亏啊，我经常被别人插队，现在普通的插队我已经不在乎了。最夸张的是有一次我在医院的自助机结账，那天队伍特别长，轮到我在操作的时候，突然有个老头走到我前面，把我的医保卡拔出来，把他自己的卡插进去，我以为他要请我。来刷我的卡。我不是没有被别人插过队，但是如此新颖的方式，我确实是第一次见。我当时真的很想骂他，但是因为我平时很少骂人，所以我当时只能想到一句话：你是不是有病啊？这句话在医院听起来很像在关心他。我最后没有骂他，因为他已经把业务办完了，跟我说轮到你了，我脱口而出谢谢。我回去就请教我身边骂人最脏的一个朋友，他教我一句话，他说如果别人插你队，你可以这样骂他：没事，您先来，我命长着呢，你着急去死，你排我前面，不要客气。这句话太长了，我现在的肺活量没有办法支撑我在骂人的时候一口气说这么长的句子。所以一般我说到没事，您先来。其实我不是40岁才变成这个样子，
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我从小就是一个中年人，但是我现在非常自洽。我现在吃亏之后有100种安慰自己的办法，退一步海阔天空，我有的是退路。但是有时候我也很想强硬一把，很想强硬一把，特别是在早高峰的那种地铁，我在上班那种早高峰的地铁，有时候我真的也很累，我也不想给老头让座。但是我碰到那种老头真的非常凶，他会硬生生把我从座位上挤开，我真的很生气。他都不用上班，他挤早高峰的地铁就是去公园撞树的。我说你现在下车路边就有树，他还骂我。我当时真的很想问他，我说你知道你每个月养老金是哪里来的吗？我现在只想给小孩让座，因为我知道以后我养老金是哪里来的。其实我们全家人都没什么脾气，我跟其他演员不大一样，我本来今年差点是上不了节目的。我原本跟腾讯这边已经定好了，就是要上节目，我把对面平台的节目也推掉了。结果半个月前，突然通知我说今年不让我录了。你们知道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多难受吗？我为这个节目精心准备了2个张绍刚老师精妙绝伦的段子，我现在要去哪里讲？去他们小区门口讲吗？我老婆听到这个消息也很生气，她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你？这个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要报复他们。当天就把腾讯视频的会员取消了，想一想不解气，又给对面平台续了1年会员。我儿子也帮我出头，我儿子 QQ 秀现在没有穿衣服。我儿子就是在这种很平和的家庭氛围里面长大的，他现在性格变得跟我越来越像。他去游乐场玩那个滑滑梯也被别人插队，我有一次看到他在旁边站了10几分钟还没有轮到他，以至于后面来插他队的小孩都不知道他是来玩滑滑梯的，以为他在那边检票呢，你知道吗？而且我儿子他现在甚至不会跟别人吵架。有一次我看到他跟一个小孩起冲突，那个小孩在对面骂半天了，我儿子一句话都没有回，我在旁边都着急了。那个小孩骂的全是我。我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不还嘴？我儿子说你不是说别人讲话的时候不要随便打断他吗？但其实我现在挺担心，因为我儿子这种性格以后出社会长大以后肯定会跟我一样容易吃亏。我觉得这个社会有时候很奇怪，你们有没有发现，就这个社会的有一些规则，它制定出来好像就是给好人遵守的，坏人是不用遵守的。所以我最近也希望我儿子可以强硬一点，我最近尝试开始教他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发现自己会的也不多。但你不会你也得教啊。我有一次骑电动车载我儿子经过一个红灯，当时没有车，然后大家都直接骑过去了。我知道教学时间到了，我也跟着骑过去了。我儿子在后面非常震惊，他说：“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我说：“没有车的红灯就是绿灯。”我儿子说：“那以后我是不是也可以闯红灯？”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心想我在干什么呢？我本来那个车已经快骑到对面了，我又退回去了。我儿子说：“爸爸，你怎么又闯红灯了？”因为会的确实不是很多，所以我最近也会从网上找一些素材给他学习。我最近给他看《古惑仔》，我觉得他应该了解一些这个社会的险恶，但是我发现我儿子他有点看进去了，他看山鸡跟陈浩南的目光有点太崇拜了，我怕他真学坏，就把那个视频关掉。但是我儿子有好奇心了，他就问我，他爸爸，就山鸡跟陈浩南他们2个最后结局怎么样？我当时看着他清澈的目光，我知道我这个回答非常重要。我说一个考上985，一个考上211。其实我有时候我是挣扎的，我是困惑的，我不知道我这种教育方式是不是有问题，我把我儿子教得太乖了，太好了，以至于他容易受到欺负。但是有时候我又会想，我说他有什么错呢？他当一个好孩子有什么错呢？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一个好人有什么错呢？所以今天最后我想跟我儿子说几句话。
我说你可以不用闯红灯，你也可以不用会骂人，你只要做你自己，你就做一个好人，吃亏了也没有关系。爸爸已经帮你想好了退路，爸爸这边有100种安慰自己的办法。很可惜他可能没有办法听到这句话，因为我们家现在没有腾讯视频会员。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何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其实最后我还是有被温暖到的，只是在这样一个比赛场，可能到这一步，你的确需要再给到一些东西。其实是一个好的话题，就是好人能不能有好报，或者好人需不需要有些时候一直在做退让，如果不退让会怎样？但是我没有等到一些特别出乎意料的东西。关于这个话题，其实我也想过，因为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社会其实没有给我们答案，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感觉脱口秀里面它不一定有办法解决最后的问题，所以我其实也在思考，对，会在思考这个问题。首先当好人省事儿啊，要不当坏人得记住一堆谎话，这根本记不住啊。我觉得当好人是非常省事儿且实惠的一件事啊，非常棒啊。但我很有共鸣，因为我也经常被人插队。有时候被人插队的时候，人家也不是直接插进我前面，就是人家就是站在我旁边儿，但我后面已经有3、4个人了。我觉得他就是看了这一整列排队的人，然后觉得我最好欺负，所以站在我旁边。就是这事儿不能细想，越想越生气。其实我知道，如果我有更大的情绪，可能在这个台上，或是我更犀利的表达，可能会更能触动大家。但是其实我不是那样的人，然后我一直也想说，能不能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也一直在努力。我希望说，有一些很温和的人，也希望说你们可以到台上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再次掌声送给何鞋子。你也好。今天是我演最差的一次。接下来是一位新朋友，有请郑宇潇。哎，谢谢大家，我是郑宇潇，你们好吗？我感觉我好老啊！哇，18岁，18岁那年我还在读书。我一直读到了去年，去年年底我博士毕业了。谢谢大家刻板的学历崇拜。我是一个医学博士。谢谢大家第2次崇拜。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的。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博士这个 title 在医院里面相当于是 NPC 啊，很平常的。我现在发现，在脱口秀里也相当于是 NPC， 因为这个版本脱口秀最夯的是小齐。我白学了。哎，我从小就是那种典型的那种好学生，但是我不爱学习，因为我害怕考不好，考不好后果很严重的。小时候我爸跟我说考不好我就打断你的腿，我知道他是在吓唬我，但我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小孩，而且数学还行，我想我应该只能考差2次。对吧？期中1次，期末1次。我妈跟我爸完全不一样，她不会这样的吓唬我。但是他说的话你仔细听，你仔细想，越想越吓人。他说平时就是要全力冲刺，放假还得要弯道超车。你感觉我妈的教育理念就是4个字油门焊死。朋友们，弯道超车多危险！你们见过弯道超车的人吗？我在医院里见过。那都碎了。不要弯道超车，朋友们，很危险的。但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小的时候不懂。高中的时候，当时就是想着弯道超车，报名了参加那个生物竞赛，想通过保送的方式上大学，走个捷径。
那段时间真的是学得非常辛苦，没日没夜。我把自己逼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在墙上贴着一行自己写的标语，叫9分耕耘1分收获。我就是想激励一下自己。我问我爸，9分耕耘1分收获听起来是不是很励志？我爸说听起来像是拖拉机坏了。但其实我就是很想拼一把，努力一把。我不在乎耕耘和收获的比例了。别人背一个单词，我背9个。别人写一张卷子，我写9张。我当时想，如果我是孙悟空，每个妖怪我揍9遍，我刷分。如果我到西天，其实我已经经历了81难乘以9等于729难了吧？佛祖看见我的战绩吓一跳，我729，你能上清华？现在我离开学校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感觉自己好像有那个好学生综合症，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就是如果我空闲时间我不学点啥，我就心慌，对吧？我做梦会梦到高考，我写段子会去共享自习教室，因为咖啡免费。我不会像那些明星一样去咖啡店写段子，我不会的，就是他们收入太高了。共享自习教室是一个什么地方？很神奇的地方。台灯啊，桌子、书，给我一种很熟悉的环境，很有安全感的感觉。那就不是一个教室，朋友们，共享自习教室就是好学生的阿贝贝。我在里面就很安心，而且很抽象的一点就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进了那个教室，你就是在 cosplay 好学生。每个人都做自己的事情，特别沉静。你考研，他考公，我考 back， 非常沉静。我在里面写段子写了3年，我身边的人来了又走，我感觉到最后那个店长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同情。前段时间拉着我的手说：“哥们儿，3年了，还没上岸吗？”没上岸，今年上线了。没有。我确实和普通人有点不太一样了。我再举个例子，我刷那个手机短视频，会刷到奥数题。你们没刷到过很正常，很正常，因为你们很幸福。我的原生大数据已经不幸福了，已经被我的童年阴影所污染了。我跟你们描述一下在手机上刷到奥数题的感觉吧，就是如果你隔着这个手机屏幕看到一道奥数题，就很像是你去动物园隔着这个玻璃看到狮子老虎是一样的。共同点就是如果没有这层玻璃呢，我就死了。有这层玻璃我就很有安全感，我甚至可以看得津津有味。我说这道题，你看这道题多凶啊！我说你看这个数列，哇，列。你们还记得我说过我不喜欢学习吗？但是没办法，大数据猜我喜欢。我告诉你们，他猜错了。我其实不是喜欢，我是害怕。我害怕万一这道题以后我能用得上，所以我刷到奥数题的时候，我会点个收藏。这个不变态，朋友们，咱们都干过类似的事情，真的。你们想一想，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就是放假的时候把学校的书都带回家，开学的时候再原封不动的带回去。对吧？你知道你不会看，但是你当时心里想的是万一呢？万一我玩到一半突然想学习了呢？所以我的收藏夹里现在都是各种万一，除了奥数题以外，还有词根词缀、荒野求生、有氧跟练、维修家电。这个收藏夹放在古代那就叫齐民要术，现在就是我的传家宝。我可以一直往下传，我不看没关系。万一哪一天我的一个后代他遇到了万一的那件事情，他一定会打开我的这个收藏夹，看见我收藏的视频，然后一看，哇，视频已失效。我是2020年的10月7号第一次上台说脱口秀，那真是我1万多天的人生里面最特别的一天，因为那天是个开放麦，我只说了5分钟，但是忘词了3次。朋友们，你们知道脱口秀演员忘词，台下会笑得更开心。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没有耕耘全是收获。我最大的收获是啥？就是如果说优绩主义是种病的话，没关系，喜剧能治。
所以说我最近看到最好笑的一句话来自于这个节目的 repo， 说这个节目是喜剧高考，荒谬 ，ridiculous， 还喜剧高考，这边好多人都没有去过高考。我讲了几年脱口秀，后来我跟我爸说我想说脱口秀，他说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那你打吧，我现在翅膀硬了，能飞了，有的鸟是没有腿的。我爸想了很久以后问了我一个问题，说那以后咱们家亲戚看病还能找你吗？朋友们，我学了15年的医，我当了7年的外科医生，我去年辞职了，全职做喜剧。哇！不用挖，不用挖，朋友们，弯道上的风景也不错，也不错的。我辞职的时候，我当时想，医生这张卷子，所有会做的题我都已经做完了，剩下的题我允许自己空着，我没有那么害怕了。朋友们，如果你们有想空着的题，可以空着的。走出医院大门的那一瞬间，我看着手里只有那半张卷子，我很高兴，我对自己终于说出了那一句：交卷。谢谢大家，我是郑潇。哇，好棒！来锁票。于潇，刚才你也听到大家哇的那一下了，是，就是学15年。我是5+3+3+3，5年本科，3年硕士，3年规培，3年博士，前后加起来15年。又是外科医生，对吧？是。所以当你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你自我说服肯定不仅仅是一个交卷这么简单吧？对，没错，非常艰难。我是觉得让我很振奋的一点就是，自从上次不是说那个忘词了开放麦那次儿嘛，然后我就最快的时间不停的上开放麦，磨练自己的脱口秀，然后在1个月之内上了南京的那个商演，然后我就觉得，哎，自己可以做这个。我就是，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的爱好做成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多开心呢！这是一个特别艰难的抉择。对。我们团的那个军东老师，他写过《炊事班》，他以前也是，他是肿瘤医院的，也是一个，他是医生，前同事嘛。对，然后他就是主要写喜剧，写那个情景喜剧《炊事班的故事》的编剧之一。真好。在人年轻的时候，好学生是相对来说困境小一点的，就是你会没有那么容易遭受到社会的负面的评判。所以这是为什么中专生这个身份很容易得到人的共情，因为大家都能理解这种困难。那你一开始介绍自己是好学生，你又很聪明，你又博士毕业了，你又是学医的，我觉得观众已经有点开始崇拜你了。所以就是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带入到一个喜剧的情境里。杨洋老师说的很有道理，这也是平常写稿子最大的一个困境，因为医生的形象也很正，博士的形象也很正，好学生的形象也很正。对，因为我也短暂的学过医，所以就是我知道非常的可以说是痛苦了，而且我身边也有医生朋友。特别短暂的学医啊？对，我真的在医学院学了1年，就是非常的难，而且医生他就不停一直的要更新他的东西，所以相当于他是一直都在读书，一直都在做东西的。雨潇应该会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去告诉我们和分享，然后而且最后是由一个做了这个选择的人在向前闯着的人告诉我他的交卷，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所以我按下这个灯。而且就是你看，没有当医生你就一直在发言。没有必要啊，好冷啊！好了，来，掌声送给郑宇潇。来自蓝梗喜剧的新朋友，掌声欢迎陈曦。大家晚上好，我是陈曦。谢谢大家。我是搞建筑设计的，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们这行最近行情很差。我第一次意识到行情很差，是我发现我老板的微信签名从天道酬勤换成了菩萨保佑，你就知道这把完了。但我现在也不干了，因为我觉得我这种小县城的不适合学建筑这种高大上的专业。大一刚进去，
老师让设计别墅，问我有没有见过。我说我邻居家就是，3层大欧式，门口2根大柱子。老师说停，那个叫农村自建房。没见过别墅，我对别墅了解就一个字：大。当时我在图纸上给主卧直接弄了80平，你就说大不大？老师让画上家具，我就按照我家，往里面画了一个床、2个床头柜、一个衣柜，前面一个大电视，完事儿。我的设计理念就是我爱我家，但老师说图纸上还是显得很空，我不知道还能画啥家具，我就想到以前做题的经验，就你可以不会，但得想办法填满。我就在图的空的地方写字，主卧。老师也说是得写字，不然人都看不出这是主卧。客厅我弄了200平，往里面画了一个茶几、一个沙发，前面一个大电视。我们家到哪都得看电视。空的地方还是写字，多功能会客厅。为什么不写客厅呢？因为空的有点太多了，只写俩字填不满。别墅里有很多房间，得在图纸上给各个房间都写上对应的功能，我又不知道里头有啥功能，当时就瞎写，厨房、书房，次卧，次卧。老师说我设计的是群租房。说在我方案里看不到优越的生活，只有对做房东的渴望。他当时还尝试引导我说，你就想想，如果以后你有钱了，你会怎么设计别墅？我说，如果我有钱了，我会找人设计别墅。我后来自己找了个别墅的案例，我说得看一看学一学，但我发现上面功能多到我真的难以理解。有一个房子里它有一个中餐厅，还有一个西餐厅。我说吃个饭为啥分那么细啊？我在家里吃干煸牛肉，咬了口发现带血，说别急，先拿到西餐厅。这是5分熟牛排，不能理解。而且那房子里居然还有一个冥想室。我说你要干啥呀？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会冥想的话，你可以先坐在中餐厅里想一想，还需不需要那个西餐厅？好不容易做完功能，老师又教我们别墅的造型，给看了很多张那种纯白色的房子，说这叫极简主义。我说这不是叫毛坯吗？老师说极简就是把不需要的东西丢掉，还问我们谁是极简主义的代表人物。我说5月天的阿信，因为他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电视再丢电脑。不会做造型，当时就是在客厅外面正常开了几扇窗，防盗窗。老师说不用防盗窗，反正你客厅里就一个沙发，看着跟被偷过的一样，你还整个防盗窗，感觉你别墅应该再配个卷帘门，门一打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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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人以为哪个卖包子的开门了。但老师说完之后，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因为他说的跟我邻居家一模一样。他建议我设计成那种落地的玻璃窗，说这样可以模糊室内外的边界，从室内可以看到室外的景色。我没见过这种，因为我们家旁边都是房子，谁家如果弄了那种落地的玻璃窗，他家就是邻居的景色。他家如果再有个小孩，那真是大家看着长大的。而且我想，小孩住这种房子真的会开心吗？有没有可能某天晚上他妈回家问他写没写作业，他说写了，旁边邻居在外面喊他没写，帮你看着呢，看一下午喜羊羊。我的想法就是和很多同学不一样。当时一个同学把2楼的屋檐做得特别长，说可以挡雨遮阳。我说啊，真的不考虑再挂点香肠吗？不光得做别墅，还得参加一些很虚无的竞赛。大3那年，居然让我们用建筑解决战争问题。我说什么建筑还能解决这事呢？我只知道人打仗炸的就是建筑呀。我唯一想到建筑解决战争的方式，就是在2国交界处盖一栋楼，上面挂满大喇叭，等到打仗的时候24小时循环播放。你们不要再打了。我知道建筑解决不了战争问题，如果能解决的话，我希望在每个房子的地板底下
植入那种智能的弹射芯片。如果听到有人在屋子里面总研究要打仗，地板直接给它发射出去，想打哪给它发射到哪。我把这种传送技术命名为 Air Drop。我当年选这个专业，其实因为家里面人的认知有问题。高考结束之后，其实不知道自己要学啥。我爸有天过来跟我说：“你不用纠结，你就学建筑。咱们要搞大基建，房地产肯定好，房子还能不盖了不成？”现在发现能。而且我觉得建筑这个词，它就属于大城市。我们县城都说盖个楼，我们家人到了上海的陆家嘴，也不会说哇，都是地标性建筑啊，只会说哇，这楼真高呀。这要是屋檐都伸出来，得挂多少香肠呀？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来，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陈曦，谢谢谢谢。陈曦是学建筑专业的啊。对对对。现在的职业是？我已经全职了，得有将近1年了，就是搞脱口秀。对，哎，好喜欢他在台上这感觉，倍儿放松，就是来这遛着弯儿，然后就给你讲了，而且讲的也是那种家装的事儿，大家都遇见过，而且审美不同的那种。我之前装修的时候，你装修是这么装修的？对，你知道的，就是这种感觉。那个回家之后，我妈给我那个墙上放了一个超大的一个大牡丹。哦，爸妈都喜欢那种大牡丹花。然后我让我设计师去看，我说这怎么办？设计师当时赞叹，说：“哇塞，果然是阿姨，我怎么就没想出这么土的样子呀？”这是我第一次在中文脱口秀听到好像讲跟建筑相关的话题，尤其来自一个有建筑师背景的讲建筑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一直还挺期待类似这样的内容，是，我觉得是容易出梗的。其实我们讲建筑，然后讲脱口秀，中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其实我想到就是空间，就你建了一个建筑，然后发生在里面所有的那些匪夷所思、特别荒诞的故事，那个就是脱口秀。所以其实建筑营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空间，一个场。所以你刚刚里面讲的所有在建筑里面发生特别好玩的事儿，什么次卧、包括挂那香肠，那都特别出梗的地方。但我觉得唯一的可惜就还不够多。不是，次卧够多了，次卧已经太多了，廉租房了已经够群租房了。但我意思就是类似于次卧的和建筑相关这种梗，其实还可以更多。因为这一篇我主要是想表达的是，因为很多建筑系的学生跟我一样，他是从小县城出来的，平常住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房子。当我们平常做客舍的时候，比如说做一些别墅啊，做美术馆啊，甚至一些大平层啊，都是我们没有接触过的。但是你要去学着设计这些东西，但你的认知其实会有问题，就是整不明白，弄出来的东西就很四不像。我这一篇可能是想表达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希望以后能先让建筑系的学生住上大房子。住上大平层，有生活了再说。好的，来再次感谢陈曦的表演，谢谢。新人演员，掌声欢迎文俊。大家好，我是文俊。我今年48了。啊，这几年我一直被一个老男人所困扰着，那就是我爸。啊，我爸今年78，单身独居很多年了。这几年他一直想给自己找一个老伴儿，一直在寻找，但是从未获得过。老年人交友相亲主打一个真诚直接，年轻人用的那些招数，暧昧、试探、拉扯，他们都没有时间用，他们要在最有限的时间里发挥出自己最大的剩余价值。我爸虽然年龄大，但身体好，退休金高，可以说他不是一个老头子，他就是一个好投资。按理说他应该不难找，但是我爸每次提出要跟老太太结婚的时候，老太太就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想当免费的保姆。我爸当即表示洗衣做饭我可以自己干，老太太也不同意，人家特别清醒。
大家突然意识到，就心情愉悦不是因为广场舞，而是因为没有老头子添堵。可以说，现在老年人跟年轻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只讨论爱，不定义关系。我爸实在没招，就让我帮他找。我现在人到中年，我就是中年危机呀，上有老，下有小，我要防小的找，还要帮老的找，我人格都要分裂了。我是妈妈，我是女儿，我现在又要是小蝌蚪，为了我的爸爸出去找妈妈。我其实特别赞同我爸给自己找一个老伴儿。我是个独生子女，我平时也有一家子的事儿，我也希望他能有个老伴儿，能陪他说说话。但这个事儿真的不容易。我爸今年78，这个岁数很尴尬，主要是不确定性太大了，就怕老太太刚迈进就跌停。我爸随时会停。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就您现在这个岁数，留给你的老太太已经不多了。你想找个什么条件的，可以说一下。我爸特别认真，一个是不能比我大太多，一个是不能比我小太多，还有一个我想找个聊得来的。我说你这是想找仨吗？犯法。我爸说你什么脑子？我说的是一个。我说3高的好找，你这3个要求也太高了吧？身体健康，年龄相当，还能提供情绪价值，这是不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啊？我爸说要不就一个条件，单身独居，最好儿女不在身边。哎呦，我说你想好事儿去吧，老头，人老太太单身独居，不用伺候儿女，就为等你吗？哎，就但凡符合这样的条件的老太太，人家广场舞都不用跳，人就藏起来偷着乐，人干嘛找你个啰里吧嗦的老头子添堵呢？我爸说我可以尽量少说话。我说就算你是个哑巴，就你光做那个表情，人老太太都觉得是噪音。我现在想哈，找对象一定要趁早。年轻人找对象年龄从来不是问题，到了78岁找对象，包含年龄全是问题。你看，我们给年轻人的祝福都是祝这对新人早生贵子，白头偕老，永结同心。我们给78的祝福是祝这对新人早睡早起，白天多晒晒太阳，永不心梗。但是我爸找对象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不用担心彩礼，大年初3他不用去看他老丈人，他随便找个路口他就看了。我说爸，你的心思我也理解，但是2个人在一起未必过得就好。你看我现在为了家庭，我还要出去说脱口秀，我辛辛苦苦讲1年，顶多挣个1.8万块钱。我爸听完了没说话，直接塞给我5万，说你先拿着花。我说爸，这是钱的事儿吗？不，这是父爱。父亲的爱情很重要。一个78岁的老头，坚定目标，积极进取，迎难而上，内里有乾坤，心中藏世界。78正是找老伴儿的好年纪啊！我说爸，你给我指个方向。他说中介。我亲自到了那个婚恋中介，一进去人就热情地招呼我：“阿姨，你想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我说我就是孩子。我说78岁独居老头想找一个同居不领证、搭伙过日子的阿姨，人家说有，管吃管住，月薪8000。我说8000凭什么？凭什么我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人家说凭不领证，凭不分你们家家产呀。我说我雇个保姆也花不了8000吧？他说对呀，人家保姆有下班的自由，搭伙过日子出卖的就是自由。哎呀，忽然有点上头。虽然不懂，但是就是觉得有道理。每天干家务还要陪老头，我觉得8000一点都不贵。但是我还是不死心，我又问，我说那么就没有同龄的阿姨想找一个搭伙过日子的老头吗？他说有，但是您的父亲已经超龄了。我说这个赛道也这么卷吗？他说78岁的阿姨一般要求男方的年龄不能超过70。我说70就是老头的斩杀线吗？他说不是斩杀线，70以上身体健康还能提供情绪价值，这是不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啊？阿姨也喜欢弟弟。人生几何呀！
我没有想到最后我爸还是败在几何上了，反而也给我提供了一个赛道。我今年48，我再撑30年，8000弟弟，这是不是一个可能三角啊？哎，我到时候退，我能出去挣8000；我进，我可以找一个小老登。他们找我也是大年初3，他们也不用去看他丈人。我回到家，我看我爸正在做饭，我看着他那个佝偻的背影，忽然鼻子一酸，我觉得我爸爸太孤独了，我陪他的时间太少了。我说爸，你怎么这么早就做饭？他说广场上有个老太太等他跳舞。我看着我爸现在的样子，我就想我以后的样子。等我78，我也特别孤独，我也需要陪伴的时候，我的孩子会不会觉得我是个麻烦？哎，他们会不会像我今天这么懂事儿，也提出来主动给我找一个？那我肯定就一个条件，给我找个岁数小的。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那时候那么大岁数，我找个弟弟，别人会怎么看我？爱怎么看怎么看，随便找个路口就看了。谢谢大家，我是文静。锁票倒计时。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老年人的感情生活的这部分的内容很少聊到。对，而因为我们的观众比较偏年轻化，因为你像我这个年龄，我们的父辈是都是80多岁了，对，所以我身边的我的朋友的父母也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就是要找个老伴儿啊。其实这会儿找老伴儿是个挺难的事儿，但是它又是个很现实的事儿，涉及到生活，涉及到不同的家庭，涉及到相处模式等等。所以文俊讲的这内容我非常喜欢，我代表我自己说，感谢。因为我听整个下来你科普了4次，是吧？这就像你讲的这个内容一样，就是他的是磕磕绊绊的走到了现在。但是你为什么讲到下个路口？这个我是很喜欢的。其实我们讲下个路口见，其实它代表的一种爱情，不管他是年纪大的，还是中年人，还是年轻人，我们都可以在一个路口，路口就代表了一种未知。因为我也是这个年龄的人，所以我有感触。所以你的这篇文章就是我喜欢的。谢谢。因为我看到文俊姐，我想起我第一次上台也很紧张，就是文俊姐没有走到那个红色十字的那个位置，是吗？就是然后很理解您。然后我感觉好像如果段子的铺垫能够再短一点就好了，我觉得有一些句子短一点会更容易出梗，我感觉。我也是有赵刚老师的感觉的，可能是因为平时刷短视频，其实也是会刷到就是年纪比较大的相亲的一些节目啊，或者是一些片段，所以是完全也能够理解这个稿子里面的内容。就那个时候就是很难啊，就是各种要求感觉就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他的孤单又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这个内容很难说。对，所以我就觉得能够在听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是也一定会有很多人也会听到，从里面会感觉到一些陪伴，或者是敢去迈出这一步，觉得哎，我是可以去找一个人去陪伴的，这个鼓励我是很喜欢的，所以我就按下了这个灯。我没有拍灯是基于一种特别复杂的情绪，就是因为文俊，我认为他讲出了生活的真相，但所有的真相它都是我们无法承受、无法去直面的。如果你要去审视刚才文俊讲的很多的当下的主流社会人们对于婚恋的一些看法的话，跟年龄相关的看法的话，你甚至会内心心生抵触，凭什么这样？但他讲出的就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真相，但这真相是我现在无法承受的，所以我听到后来我觉得特别沉重。但刚刚鸟鸟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把前面那部分的比例可以缩小。其实到后边你有个反转，来自于你爸给你5万，你说哎，这是父爱。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情绪开始有一些松动，从之前那种抵触，我不想面对这么沉重的生活真相，我不想那么不体面的老去，你的那种反抗就开始松动，但是时间不够了。其实我觉得它内容很好，真的这个话题是没有人讲的。原来变老是这么残酷的一件事情，当然有温情，但是有很多的残酷，留真相，但去残酷，给人一些希望。
让我能够特别的笑出来。但我觉得它是一篇很好的一个初舞台的表演，所以谢谢文俊。谢谢。掌声送给文俊，谢谢。文俊稍作休息。他说话就感觉特有耐心，老劝别人说你怎么着啊。6月26日起，周5、周6中午12点正片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日中午12点段子加更，居然还有段子可以看。每周2中午12点，脱游好好玩公园看脱口秀演员的游戏时间。7月6日起，每周1中午12点，脱友日记大王洞的夏天围观合宿生活，还有遇见他们第2季即将回归，朋友们请保持期待。你又带着冷笑话出现，幸好只有我懂你的笑点，不用解释，一个眼神到位，不用装完美，做自己才最宝贵。哦，拜托拜托，暂时忘掉一切，想记住你嘴角上扬瞬间，不用想明天，明天还很遥远，不知不觉又和你聊到凌晨3点。哦，烦恼往外跑，今夜有你们真好，这是我们的约定，祝你今夜过得开心，就要朋友朋友哦朋友，就要和你聊一整宿，就要笑声传遍海洋和银河，就要快乐快乐快乐，就要朋友朋友哦朋友，就要感受此时此刻，就要和你一起躺在沙发高歌，就要快乐快乐快乐。又是这个夏天，又在这里出现。嗨，朋友，我们好久不见，最懂你的笑点，冷场也不丢脸。